你有没有吃我的披萨？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就一愣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艾玛。在这里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学习自然地道的中文表达，还有一些中国文化方面的事情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有没有过被别人怀疑甚至冤枉的经历呢？那你们当时的心情是委屈、愤怒，还是莫名其妙呢？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在巴黎留学期间发生的真实故事。我就叫它消失的披萨吧。我当时住在一个3层的小公寓里边，那个公寓每一层有8个单人间。我们那一层住的人还挺国际化的，有法国的、德国的、保加利亚的，还有塞尔维亚，还有我中国，还有一个叫玻利维亚，对，就这几个国家。我记得当时刚搬进去不久吧，跟大家还不是很熟。自己的单间里边有卫生间，有洗澡的地方，然后厨房是在外边角落，公用的。厨房其实还挺大的，里边该有的都有。比如说微波炉、烤箱，还有灶台，还有冰箱，还有很多储物的柜子。基本上就是这个房间号对应的柜子就是这2个，都被提前标注好了。冰箱呢是有2个，还挺大的，上边是冷藏，下边是冷冻，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分到1层，所以东西也都放得开。那虽然是8个人共用一个厨房，但是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时间做饭，而且每个人吃饭的时间段也不一样，所以厨房大家就这样轮流用，也能用得开，都还相安无事。然后有一天，我记得那天是个周六早上，我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厨房拿那个热水壶烧开水。没错，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好奇的哈，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爱喝热水？对，喝热水就是觉得身体会暖暖的嘛，很舒服。而且我也是比较偏凉的体质，所以很少喝温水，几乎从来都不会喝冰水。即便夏天都是泡红茶来喝。所以我那天刚把热水烧上，我斜对门那个德国的女孩子，她就紧跟着也来到厨房了。我就像往常一样打招呼，早呀，她也回复早。紧接着她就单刀直入问我，你吃我的披萨了吗？被她这么突然一问，我一下就愣住了，因为这个话题太突然了，就莫名其妙怎么就说到披萨了，在哪里的披萨，什么口味的披萨，我就有点懵，我就愣在那里看着他，所以我就回了一句没有啊，什么披萨？他就用手指了指那个台子上面，我才发现上边放了一个大大的披萨，应该是被分成了6块还是8块，我也没有仔细看，
但明显是少了一小块儿。他就说：“我昨天烤的披萨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我说：“哦，对，因为昨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之后去厨房还是接热水，那个时候发现他就在厨房里烤披萨。”我当时真的就是出于礼貌，象征性的说了一句：“哇，闻起来好香啊！”他当时还很开心，很得意的说了句：“谢谢。”然后我接完热水之后回到我房间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所以对厨房后面发生的事情我就一无所知了。但是等到早上去的时候，就发生了这一幕。他就问我披萨哪里去了，然后我才想到，哎呀，天哪，可能就是昨天晚上我多嘴夸了那一句，他可能以为我想吃，所以今天早上发现披萨少了一块儿，我的嫌疑就最大。对，他就第一个怀疑就是我，就真的好尴尬呀。我就赶紧跟他解释说，我不怎么喜欢奶制品，平时连牛奶都不喝，更不会去吃奶酪之类的。所以，我对披萨其实不太感兴趣，平时也不怎么喜欢吃，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那块披萨去哪儿了。说完之后，他就半信半疑的点点头。这个时候我才反应过来，你不会只问了我自己吧？所以我就反问他说：“你问别人了吗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在群里问过了，大家都说不知道，所以我就来问问你。”后边我点点头，也就没再说话。他这个时候就回到房间里，过了差不多1分钟，拿了一张纸回来了，放在披萨附近，上边用英语写着 "Don't touch"， 不要碰，然后就走开了。我当时看着他放在那里的那张纸，真的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又觉得有点好笑，当然也觉得有点冤枉了。因为我当时夸的那一句真的就是单纯的出于礼貌，就像我们平时在厨房里遇到，哇，你今天这个衣服好好看，你做的菜闻起来好香，或者这个颜色搭配的很好呀，这样之类的。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句无心的夸奖，反而就成了我被怀疑的一个首要原因了。就觉得挺莫名其妙的，我倒是没有生气了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喜欢吃披萨嘛，就是绝对不可能是我拿的，所以我也没有很往心里边去。但我也很好奇，到底是谁拿的披萨呢？我觉得我可能比他还好奇，到底是谁把披萨给偷吃了。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所以留学的那一年还发生了挺多这样挺有趣的事情的。等以后有机会呢，我再一件一件讲给大家听。以上就是我在法国留学期间遇到的这个小插曲。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我才知道我们那栋公寓还有一个 WhatsApp 的群，就是有楼下管理员，还有这3层所有的住户。基本上大家在里边就会有什么问题就相互问一下这样的。后边也是因为这个契机，让他把我拉到群里边了，就是还挺有趣的一个经历。对，已经完全不像小时候那样被冤枉啦，或者是被怀疑啦。第一反应是愤怒，或者是觉得耻辱，或者是觉得自尊心受伤。长大了，而且这个事情就觉得很搞笑嘛，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懵，第二反应就是有点莫名其妙，觉得有点好笑。对，包括我至今都在思索，到底是谁偷吃了那块披萨。
这个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肯定不是我。好的，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呢？也欢迎大家在下边评论留言，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也要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开心一下。好的，不跟大家开玩笑了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